Hello， 大家好，我是 Barry， 今天想跟大家去聊一下怎么使用 Apple Watch 去跑步。为什么我会想去做这期主题呢？就是因为自从我买了 Apple Watch Ultra 以后，我就在全网去搜教程，可是我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教程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使用 Apple Watch。只有少部分的海外博主他有说了一些功能，甚至一些场景，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全面。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怎么更好的使用 Apple Watch 去跑步。经过我差不多1整年的使用，我去年1整年的跑量大概是在1000公里，最长的一次我跑过半马，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从跑步开始的设置，以及跑步中间的一些监测，以及跑步后我们怎么去查看这些数据，以及更好的去分享这些数据。希望这些经验可以帮助到你。在开始分享使用 Apple Watch 进行跑步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去跑步。其实最初的原因是戒烟。我是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开始抽烟，毕业后的工作是常驻海外，那时候常驻海外空闲时间非常多，烟就抽得更凶了。后来辞职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体力越来越差，所以说就有了想戒烟的念头。那时候正好看到一本书叫做《这书可以让你戒烟》，然后我就想着使用跑步或者说一些运动来恢复自己的体力。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戒烟超过10年了，而且也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我现在每周的跑量大概是30公里，基本是跑一休一。在跑步的时候，其实你就需要一个设备去监测你的心率、跑步的距离以及跑步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因为这些数据可以更好的激励你去跑得更远，或者说跑的次数更多。手机不是不行，你也可以带着手机去跑步，但是手机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太重了，而且它无法去监测你的心率。有了这些数据，你在跑步后就可以发个朋友圈，装个逼，然后大家都周末躺在家里的时候，你做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运动 Go 或者运动 Boy。说到运动手表，肯定就有人问了，为什么你不使用更专业的高驰或者说佳明系列呢？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有用过耐克的系列，也用过佳明的25系列，戴了几年后发现，其实对于我这种业余跑者来说， Apple Watch 结合它的生态反而对我更加友好。首先我自己的这块 Apple Watch Ultra 它是带 eSIM 卡功能的，基本上我出门只要带一块手表，我在跑步的过程中可以配合 AirPods 来进行一个听歌，甚至你在翘班去跑步的时候，你都不会错过重要的客户或者说老板的电话了。在跑步结束后，你也可以配合 Apple Watch 的钱包或者说微信支付宝的2维码，在便利店购买饮料。同时作为一块手表，它配合不同的表带，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佩戴。就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配合运动的表带，然后接着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可以配一款休闲甚至正式一点的表带。OK， 正式跑步之前，我们要在手表以及手机上去做几个设置。首先我们在手机上找到 Watch 应用程序，在这里看到体能训练，然后接着这里面有几个设置我是建议打开的。第一个的话就是低电量模式，低电量模式的作用其实就是让你在跑步的时候，手表减少对后台 App 的应用的读取。第二个的话就是精准开始，如果这里你不打开精准开始的话，它默认就是手表321，然后接着直接开始跑步了。这时候其实有一点不好，就是手表的 GPS 有可能还没有读取到你的位置，你就开始跑步了。所以说我是建议打开精准开始。最主要的一个设置是我们的心率区间，这里我们设置为自动。心率区间的话，其实就是手表会去监测你每分钟的一个心跳。信息心率的意思就是你在完全静止的情况下，心情平和的情况下，没有跟你的老板、没有跟你的老婆吵架的情况下，你的心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最大心率的话，就比如说某天你非常暴躁了，或者说你去掀老板桌子了，这时候你的心跳就开始加快。要是你经常保持在最大心率，长久以后我觉得你应该会挂掉。心率区间这里面有5个区间，我们最主要关注的区间其实是1、2、3。区间1的强度大概就是你平常散步的时候，你下楼倒垃圾的时候，这时候你心率的一个情况。区间2大概就是你开始小跑了，然后这时候跑步你又可以说话，又觉得不累的情况下，大概就是区间2。如果你想通过跑步去减肥或者说燃脂的话，最少你要保持你的心率在这个区间2。区间3的话就是你开始上一些强度了，这时候的话身体会累积一些乳酸，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你会觉得肌肉怎么有点酸痛，这时候其实就是达到了区间3。区间4跟区间5的话，这时候你心跳开始加速，你会觉得跑步脚步越来越重。手机设置完后，接着我们在手表上还要进行几个操作。首先我们打开这个体能训练 APP， 这时候你会看到有户外跑步，点击进去找到自定义，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进行一个跑步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有几个阶段，第一个热身阶段第二个训练阶段，然后接着第3个也是训练阶段，最后就是有一个整理放松。在热身阶段的话，我设置的是距离的目标类型，
然后接着提醒的话就是心率区间1，它的作用的话就是说你在前1公里的时候，如果你高于或者低于这个心率区间1的话，它就会进行一个提醒。第二个阶段的话，后2公里我会进行一个心率区间2的一个设置，剩下的一个6公里我会进行心率区间3的一个提醒。最后的话就是整体放松1公里，这时候我希望我的心率赶快恢复，不希望我的心率太高，我会设置成心率区间2的一个提醒。这是我根据自己的10公里的一个训练来进行设置的，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时间来进行分组。不过作为一个专业的业余跑者，我还是建议你使用心率来提醒，因为很多时候你心血来潮下楼跑了1圈完后想发个朋友圈，可是累得半死，这时候又觉得什么人间不值得，大概率就是你的心率没有控制好。如果你是在心率1的区间或者心率2的区间来进行跑步的话，这时候你其实不会觉得太累的。全部设置好后可以保存一个模板，以后跑步的时候直接点击使用就好了。当然如果你对自己的体能超级自信的话，你说我才不管什么心率，我就要跑得特别快，你也可以在提醒这里设置为配速。配速指的是你每公里所需要消耗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一个6分钟，表示你每公里需要6分钟。最佳的配速一般就是你在跑步的时候说话不会喘，而且你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你的一个配速。接着再假设你就觉得人生必须要有场马拉松，要不人生就是不完整的话，马拉松正常的距离的话就是 42.193 公里，一般都是6个小时关门。关门的意思就是说6个小时这个比赛就结束了，你必须要跑进6个小时，换算下来大概就是你每小时至少要跑个7公里，6个小时的话就可以顺利抵达终点，然后就可以咬着奖牌发个朋友圈。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一下，这时候你所需要的一个最小配速是多少？因为手表可以直接连接 AirPods 使用，所以每次跑步前你可以选择一个音乐或者播客来听，当然可以根据你的心情来，有时候听听自己的脚步声或者大自然声也不是不行。音乐的话你可以听一些自己爱听的一些快节奏的音乐歌曲，太慢的抒情不是说不行，就是感觉不对。你可以想象一下，盟军在进行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听的不是冲锋的歌曲，而是什么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不是不行啊，就是感觉不对。或者说你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根据 BPM 来进行选歌。 BPM 就是每分钟的节拍器，放在跑步的时候就是步频，你慢跑的时候可以算一下自己每分钟跑了几步，也可以用运动的 APP 来进行查看。 BPM 的歌单都是现成的，用我平时听歌的 APP 上面直接搜 BPM 就好了，然后选择 BPM 接近这个数字的歌单。还有就是我强烈推荐播客，一般的播客节目大概是30分钟到1个小时，正好对应我跑步的时间。如果你觉得不知道听什么播客的话，或者说在哪里找节目的，欢迎留言，我会专门做一期怎么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播客节目和适合的播客 APP。 如果你的 Apple Watch 正好也是带 eSIM 卡的功能，我建议你去打开。虽然我自己平时是不打开的，因为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耗电，可是在跑步前我都会把它激活并打开。为什么呢？打开后你在跑步的时候，手表除了依靠自身的 GPS 定位外，它也可以依靠运营商的基站来进行定位，它会提高一个打点的准确率。在你平时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其实你是发现不出来的，但是有时候天气不好，比如说云层比较密的时候，或者说你跑步的途中有非常多的高楼大厦的时候，它们两者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接着就是表带的选择了，我建议在运动的时候可以佩戴耐克的这种洞洞表带，我自己用的是平地的版本。这种表带的好处就是它不吸汗，而且非常透气，在你跑步结束后直接对着水龙头冲一下就可以了。颜色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但是我建议你还是颜色越烧越好，毕竟你在外面跑步的时候要让别人看见你嘛。相信通过上面的介绍，你已经知道怎么使用 Apple Watch 去进行跑步了，也做了一些必要的设置。但是还有可能会遇到以下一种情况，就是你去外面出差，或者说你去海外旅行的时候，你不知道附近哪里可以跑步。这里推荐大家2种方法找到合适的跑步地点。第一种方法的话，就是你在预订酒店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酒店地图，它是否沿着河边，或者说附近有公园，大概率沿着河边有公园的话都是可以跑步的。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在运动 App 上面去寻找附近的一个跑步地图。像我自己用的是 Strava， 它上面就有很多的跑友做的一个地图，它不仅可以在大陆使用，也可以在海外使用。如果刚才你已经设置了心率提醒，那在跑步中只要听下提示音就好了。关于公里数的话，我基本上都是偶尔的抬望看一下，毕竟每个阶段它都会来进行报数。如果你在跑步中配合 AirPods 来进行听歌的话，我推荐的就是自适应模式。但是如果你的跑步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大车，或者说路边非常吵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开启降噪模式，
然后跑步中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心情啦，包括你的配速啦，来进行一个下一手、上一手的一个切换。跑步结束后，其实你要做的就是查看你的数据，包括你跑步的距离、所花的时间、跑步的时候步频、心率数据的查看。正常情况下，跑步结束后，数据都会自动的上传到系统中。我自己用的是 Strava 的服务，在跑步后，我也会去选择这次我所使用的一个跑鞋，记录一个损耗量。再接入其他的服务，也可以根据我这一次的表现去评估我下一次跑步的距离，或者说我受伤的风险。如果你有一些动手能力的话，可以使用 GitHub 上的这个项目，支持导入各种跑步 App 的数据，汇总在网页上进行查看。就是开头我给大家展示的我去年跑步的所有数据。这样的好处是，所有的数据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以后更换使用的跑步 App 也不怕数据丢失。日常我还会关注和跑步这个有氧运动最相关的身体指标，最大有氧量，也叫有氧势能。最大有氧量是指人体在进行最大强度运动的时候所能摄入的氧气含量的最大值，反映了有氧运动能力的一个极限。数值越高代表运动能力越强，也就是平常你所听到的小伙子你的体力真好。具体怎么个好，其实就是在这个指标所反映的。通过长期的有规律的跑步，你是可以提高有氧势能的。跑步结束后，你的身体就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是个好东西，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耶稣来了我也不怕。这时候再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3层，你就很想发个朋友圈来获得大家的关爱了。目前其实运动 App 它这一方面都做得不错，你可以去分享你的跑步的路线以及你跑步中间的感受。我自己用的主要是 Glow，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长得美。如果你用的正好是一个运动表带的话，在跑步结束后，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手表连同运动表带在清水下进行一个清洗，然后接着使用系统的一个排水功能，把内部的一个水分排出。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知道怎么更好的使用 Apple Watch 去跑步了。但是 Apple Watch 作为一个数码产品，它并不是完美的。在我过去1年的使用中，其实我有碰到过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稳定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跑步的时候，我用手表来进行切割的时候，它直接崩溃，然后接着系统直接重启。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次我从深圳到上海去出差，我住在苏州河的附近，我看了附近的地图，计划连着苏州河大概去跑10公里。出门的时候跑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我跑错路了。然后 Apple Watch 这时候它又没办法去叫滴滴，它也没有办法去扫共享单车，甚至附近都没有地铁。最后只能打电话回深圳，把家里的顶梁柱叫醒，发了一个我的定位，让他帮我叫了一个滴滴。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 Apple Watch 它其实是有3个系列，一个 Apple Watch、Apple Watch SE、Apple Watch Ultra， 但是偏偏就没有 Pro 了。 Pro 代表的是什么？ Professional 代表什么？在各行各业中它都是一个专业的代名词。但是 Apple Watch 它作为一个2天就需要一充的手表，大家不可能带着 Apple Watch 去爬珠峰吧？所以库克对于这块手表的定位非常清晰，它只需要满足那 80% 的业余选手就好了，剩下那 20%大家也不会来看 Apple Watch 了吧？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分享、点赞并订阅，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